到了门口吗？门的右面有一个银色的密码牌，我会给你一个密码，但你要保守秘密哦。好，输入密码8888和井号，解开门锁，就是8888，然后在右下角的井号键。欢迎欢迎，过来和我一起坐在凳子上吧。这边，左边绿色的那个。好，看看周围，如果你在晴天到这里来，你就会被那些亮着的蓝色染布所包围。这家小店卖各种各样蓝色的印花染布，这种棉布染色的过程可以追溯到宋朝。这种布料非常轻，在暖和的天气非常受欢迎。看到这些亮着的棉布，让我回到了那些夏天的日子，那些和李军偷偷在一起的时刻。自从我父亲禁止我们见面之后，我们会在这个花园秘密会面。我们唯一的联系方法就是通过一个红色的信箱，就是他钢琴老师门后的那个。我们会留条子在信箱里，就知道什么时候在花园见面了。我们如此秘密地在这里见面，既令人沮丧，又让人兴奋。有一天，我们坐在这张凳子上，我向他屈身，在他耳边轻轻地问：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，你会找我吗？当然会了，陈冲，他说。直到天涯海角吗？我问。是的，直到天涯海角。会一辈子都找我吗？会，他说，直到最后一刻。然后就发生了我们的初吻，同样也是最后一次。我们走吧。站起来，左拐，在你左面有一个出口，这是一道蓝色的竹门，穿过这扇门，然后走到右面的弄堂。好，再往前走一点，弄堂到底后再右拐。最后左拐，穿过一条绿色的门，回到马路上。我们初吻后的第二天，我的父亲告诉我说，李军和他家人被送到乡下了，新疆的一个劳教所。那里是中国西北部的回族地区，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为了体验普通工人群众的生活，很多家庭都以这样的方式被送走，正如手续公馆的老板周先生。我父亲怕我会尝试逃走去找他，就把我锁在我的房间里，直到他知道李军他们已经远离上海。我陷入了深深的悲伤，绝食了好久。现在你快到长乐路了，到了以后右拐往前走。你在长乐路了吗？好。当最终我被允许出房门的时候，我直接跑到钢琴老师的家。那里有一张纸条，最后的一个约会，但是我已经错过了。我绝望地跑回我们的花园，但是他如此的沉默，没有人。李军的声音，他的钢琴声，他的旋律，一切都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。
我们现在在长乐路上，看到右面603号的小餐厅吗？那是个小地方，对，就是那个。你看到他们在煮面条了吗？那些面条灌入美味的汤，那是个宁静古朴的地方。但是一看到午饭时间外面拥挤的人群，你就可以相信那里的食物非常美味。继续向前走，那些面条真的很好吃。你到路口了吗？好，站在十字路口左边，过马路。你的面前是754号。如果你先到的话，就在那边等我一下。我已经到另外一边了，你呢？这里右拐。那时候我会埋怨这个城市，它让我承受痛苦，默默地目睹着我破碎的心和我的绝望。但经历了时间和距离之后，一种新的吸引力又开始在我心中漫然。现在我非常想念它，正如我们渴望我们爱人的身躯那样，就好像上海在考验我。我离开了那么多年以后，才体会到它的光辉，它的吸引力。这里是长乐路富民路路口，在富民路左拐，向前走。上海是要赢得的，就像爱那样，它有时苛求，有时残酷，甚至不公正，更是这样的喜怒无常。然而，如果你懂得在一个好日子看待它，比如在初春，当粉红色的月桂树开花的时候，或是在洋洋的冬日，当薄雾让街道格外优雅的时候，或者是在炎热夏天的晚上，赤裸裸地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上的电扇，被缠绵不息的雨声所催眠。那时候，你才会对这个城市感受到无限的温柔。继续走吧。这些年来，我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，没有人收到消息，他就这样消失了。1年后，我和我的家里搬到了美国。我从来没有忘记他，怎么可能忘记呢？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和他见面的，我知道，但是我没有想象到会是这个样子。最近我收到了一张他的纸条。当我回到上海，我就像今天一样走在路上，或者是出于习惯，又可能是直觉。我在寻找什么吗？我肯定是，不然发生的事情又怎么解释呢？当我回到钢琴老师的院子时，我注意到信箱里有一张纸条，好像我们曾经留下过的一样。上面是他的字迹，我永远都会认得他的字迹。上面写着星期2 8月27号，巨鹿路805号。在你左边的158号，你看到一扇没有名字的木头门了吗？那是许多家主要招待日本客人的私人会所之一。继续走，到下个路口，就是巨鹿路。在上海，被日本侵略的伤疤恢复得很缓慢，也许永远都不会完全恢复。
当夜幕降临，这两个世界宁可孤立彼此。你可以在马路对面的177号看到另外一家会所。当我上个星期在信箱里找到那个纸条时，我知道我一定会去。当我走到路口的时候，我突然不知道该不该拐弯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对他期待什么呢？我遇到的会是谁？我还是原来那个我吗？惭愧和羞耻的感觉突然向我涌来。我深呼吸了一下。你到富民路巨鹿路口了吗？跟我来吧，我们左拐。在左边你会看到一条竹巷，803号，那里是新都里我最爱的餐厅之一，那里没有标志，很隐蔽。我们继续在巨鹿路上。